暂时告别这些补品。你现在吃的每一颗活血补品都可能会增加你手术台上的出血量哦。这类药物的原理是延缓胃部排空，胃里还没消化的食物可能会逆流，造成吸入性肺炎，甚至窒息哦。前3天真的会肿到怀疑人生，嘴巴根本也张不开。如果真的不断有电流感，这是好事。你们看我这1个月内的消肿变化，特别是在术后7天，真的是惊人的变化。你知道吗？莎莎为了让你们无脑来韩国做医美，正式搬来韩国啦！提供医疗观光一条龙的服务，我要让大家知道你有多好看。如果有任何医美问题，欢迎私讯我们哟。削骨术前我要准备什么呢？术前准备做得好，消肿速度快1倍。很多人都说我术后7天也消肿得太快了吧？手术成功50%靠医生的技术，50%靠你术前的配合哦。这不是在跟你商量，只是为了让你少受罪、快变美的铁律，暂时告别这些补品。术前2周减肥药、维他命、鱼油、银杏、阿司匹林，通通封印起来。你现在吃的每一颗活血补品都可能会增加你手术台上的出血量哦。还有术后脸上的淤青，想要术后不肿成猪头，管好你的嘴。再来呢，我要说的是绝对禁忌，减肥药、瘦瘦针，通通都给我停掉。这一点真的超级重要，但真的太多人忽略了。无论是什么口服减肥药现在还是最红的瘦瘦针术前2周都必须无条件停用。为什么这么严格？这类药物的原理是延缓胃部排空，让食物留在胃里久一点，你才不会饿。但在全身麻醉时，这会导致致命的风险。胃里还没消化的食物可能会逆流，造成吸入性肺炎，甚至窒息哦。别拿你的行程开玩笑，麻醉科院长在术前一定会用超音波检查你的胃部的。只要发现胃里还有食物残渣，手术会当场直接取消，没得商量。这意味着你特地飞来的韩国机票、饭店、排好的假期全部都会泡汤了，而且还要再等2周，药效代谢后才能重做，简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！拜托大家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好吗？卸下你的武装术甲上阵，请彻底卸掉你的指甲油与华丽的光疗吧。手术中，你的手指需要夹着仪器监测你的血氧浓度，那是麻醉医师判断你生命真相的关键哦。绝对禁食令，8小时铁律，术前8小时滴水不沾，连口香糖都不能吃，这是麻醉安全的底线，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。我知道这集影片的资讯量爆炸，光是术前要禁食、停药，还要记时间，大家听完我可能头都晕了，怎么可能全部都记得住啦？所以聪明的人要懂得外包焦虑，只要选择 Lisa VIP， 我们的医疗秘书就是你的贴身管家，从出发前的时间准备到术前每一天的经济提醒，你完全可以开启无脑模式飞来韩国，只需要负责把护照、money 带好就好啦。最重要的是术后吃饭的问题，很多人担心在韩国语言不通会饿死，在我们这里完全不存在。术第1周的流质食物到第2周的软性食物，我们都会帮你规划好了，还有专属待定服务送到你的手上哦。来 ，Lisa VIP， 你负责变美，剩下的琐事通通交给我们。接下来大家最担心的环节就是削骨会皮松吗？会不会神经受损呢？我再强调一次，任何的手术都是会有风险的，所以我们要选择经验丰富、可以最大化降低风险的医院及医生。皮肤是否会松弛，主要取决于个人皮肤的弹性哦。下垂其实会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再加上地心引力、筋膜层松弛而产生下垂，但目前并没有科学研究证明做削骨一定会下垂，也没有医学证明下垂一定是削骨造成的。而我们推荐的院长优势的技术是可以用玻璃最小化的技术切除面骨，让下垂的可能性变得更低。院长的建议是预防胜于治疗，所以我在手术时直接做了埋线拉提，避免下垂的可能性哦。很多人也会担心就是神经受损的问题，我也怕下巴每次就会流口水。但是韩国正规的医院术前一定会拍3D 的 CT，
看到这条红线了吗？这是神经线，医生只会在安全范围内动刀，也一定会帮你避开神经线的。至于呢，术后暂时的麻木感，像你在牙科打完麻药的那种感觉哦，那是正常的。通常呢，3到6个月神经修复就会好了，暂时先不用自己吓自己啦。像我的术后的嘴歪问题啊，也是1个月会逐渐改善哦。术后会肿成猪头吗？能吃东西吗？别相信网络上那些术后第1天就美美的照片，那是骗人的。前3天啊，真的会肿到怀疑人生，嘴巴根本也张不开。这时候呢，消肿管理就很重要啦。像我啊，无时无刻都在冰敷，真的很勤劳。做完啊削骨，全脸有酸胀灼热感，只有冰敷时真正可以感受到舒缓100倍的感觉。除了冰敷之外，还要垫高2颗枕头。术后7天若有需求，也会带你照消肿灯、躺高压氧，这些都可以让你快速消肿哦。饮食方面呢，前4天都在喝流质食物，像是香蕉牛奶啊、巧克力牛奶、杏仁奶。那最主要呢，我们是喝杏仁奶，香蕉牛奶跟巧克力牛奶是我的喜好啦，几乎呢是完全没办法咀嚼任何东西的。院方说我消肿恢复的非常好，所以呢让我提前在术后5天就开始吃软性食物了。正常来说是术后8天开始吃，吃的都是那种刀削面啊、饭类啊、粥品啊这些比较好咀嚼的食物。流质食物时期呢，要非常的勤劳漱口哦，1天漱口8次以上。开始吃软性食物的时候，就要用儿童牙刷刷刷牙啦，因为呀你是口内开刀，所以呢你必须使用消毒漱口水去消毒你的口腔内还有你的伤口。因为呢我有切到下颚线接近下颚角的位置，所以咀嚼时是没有力气的，还可以吃鸡肉，但无法咬猪肉，会觉得非常痛。真的只能吃软软的食物，尽可能这段期间呢少吃硬的东西。大约啊我在术后3周才可以吃猪肉拉面啦。还有啊我在前3天嘴巴几乎是没什么知觉的，吃药啊都有点困难，手还要伸很进去才可以推到口内，还会不自觉的流口水。术后4天有感觉到嘴唇回来了，有一种接电的感觉。这段期间除了肿胀不舒服以外，下齿槽神经会有偶尔刺痛、顿顿麻麻的感觉，就像蚂蚁爬过的感觉，这是我最有感觉的时候。如果真的不断有电流感，这是好事，代表你的神经正在逐渐恢复啦。往这个方向想，就不会太痛了。不舒服的时候就吃止痛药吧。你们看我这1个月内的消肿变化，特别是在术后7天，真的是惊人的变化，真的很像花栗鼠跟屁桃耶。只要呢削骨都会经历这样的过程，前3天最肿胀，后面3到7天呢会大幅的消肿，术后2周内会消大肿哦，要术后6到12个月才会完全消肿哦。所以如果觉得还没有完全消肿或哪里怪怪的，都先不要紧张，最好是静待佳音，不要自己吓自己呀。好啦，准备要结尾了，这是要送给想变美的你一句话。回到一开始的问题，我不担心失败吗？当然担心哦，但呢，恐惧是来自于无知。当我做足功课，选对了为你着想、经验丰富的医疗团队，在看过了他们无数的成功案例，甚至你亲眼看到 Lisa VIP 带过无数的顾客一起实现变美的梦想，你的恐惧啊，只会是变成了期待。在国外呢，手术完全不担心，因为啊 Lisa 都会帮你把关过哦。如果啊你也想跟我一样透过医美找回自信，但又不知道怎么做选择的话，或是有什么不懂的地方，欢迎来找我们聊聊，或底下留言告诉我。请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懂医美更懂你的心。我是你在韩国医美闺蜜莎莎，陪你一起变美。我们下次见，安녕。手术结束了，非常成功。谢谢医院对我照顾我，也谢谢陪同人员，太感谢了。